累了充充电，来瓶外星人。本节目由外星人电解质水独家冠名播出。加入芒果 TV 会员，抢先看正片，尊享超前彩蛋。名侦探俱乐部，打开芒果 TV 会员频道，开魔盒，畅玩真心典藏卡。本季大侦探设置侦探排名榜，每期由代理会长根据游戏结果发放由外星人电解质水提供的侦探徽章，玩家根据徽章数量进行排位。最终侦探排名前4的玩家将获得本季名侦探俱乐部闪耀侦探称号。侦探徽章结算规则如下：单期投凶时，侦探可以在2轮各投出1票，共计2票。侦探助理及其余玩家可在第2轮各投出1票。若检举凶手成功，投票正确的玩家各获得1枚徽章。侦探若2轮都投对，则额外获得1枚徽章。若检举凶手失败，则真凶获得6枚徽章。此外，每期将由内投选出1名 MVP 玩家，代理会长可投2票，玩家每人可投1票。MVP 玩家将额外获得1枚徽章。代理会长作为侦探排名发起人，拥有外星人电解质水提供的侦探徽章的发放权，不参与最终排名。上集，张记者接到线人举报，世纪院发生一起坠楼案，死者后脑出血，基本符合高空坠亡的特征，胸前贴着写了冒牌货的蜀王标志，2只手各缺1个手指。这不就是我们之前见过的那个地吗？经过张记者初步确认，死者为游乐园案件的幕后主使D。张记者根据案发现场尸体上蜀王标志查找卷宗，发现了共5起关于蜀王的案件，并联系到了相关人员，他们分别是何米、大宝贝、陈炼、欧利维亚、熏素、如意火、刘魔王。经过2天的推理与探查，网红犬杀人案、西柚私立中学枪杀案、外卖投毒案、网德福老板分尸案的真相都渐渐浮出水面，但世纪院坠楼案的真凶和蜀王身份依然没有破解。当天晚上戴猪面具的死者很奇怪，到处在集市上问有没有卖大白鲨的。大白鲨就是凶手确定这个人的，对暗号。街头暗号大白鲨东北虎。你是蜀王。究竟是不是凶手？就有点像鱼线。凶手又是如何利用岩石装置摆脱嫌疑的？做岩石那可能是一个已经死亡的尸体高空坠亡，可能在10楼的时候已经死了。最终，张记者是否能带领大家揭开蜀王面具下的真相？案件扑朔迷离，等待玩家侦破。我觉得这屋肯定不止这么些东西。再搜一下。这。耶！单相镜。哎呦！密室。哎呦！鱼儿，狗粮。他也养狗吗？荧光怎么？哨子吗？那哨子是啥意思呢？嚯！哦，这是 Olivia， 闪亮3姐妹。她们3姐妹，一个叫兔兔好可爱，一个叫榴莲酥，一个叫 Sunrise。哦，孙小红 Sunrise， 她们3姐妹。卖投毒案被害人是小红。咱们把这个里边搜完了出去说。拿出去嘛。
欧跟孙小红是闺蜜。看欧跟他们是同学。这是欧，欧，这几个是谁呀？这几个呀，这是苏网红，这是苏网红，孙小红，孙小红。哎呦，那欧真的身边的人都好多人都。朋友们，荣这里揭示了整个这个鼠头形象的来源是来自于他们童年一个被霸凌的人。刘连苏说，那个小野穿成那样还画老鼠，兔兔好可爱说，哦，我有点想吐。刘连苏@Sunred 说，牛啊，你一巴掌就扇到位了。Sunred 说，别说了，自从打了他，我觉得我手上都有老鼠味儿，而且他和我一样是1986年出生的，我都觉得我有点晦气。啊，我发现他最宝贵的就是那些破老鼠画了，要不我们帮他传播一下，让他清醒一点。然后刘连苏说同意。另外一个人说，竟然有人买了他的表情包的版权。兔兔好可爱说，还不是靠我们。小红死了，小红死了，我们各自安好吧。你是？他是兔兔好可爱，我是兔兔，好可爱。你是兔兔好可爱。对呀、我们再找找吧。这床底下会有什么吗？哎呀，有个鼠头，啊，鼠头哎，好可怕！我来。你用的？你不知道，他不知道。嚯，欧这个哦，你好多故事啊，我哦。这你经常用的，你不知道？那就是你不知道你家有这个。对，现在已经够盘了，盘吧。因为现在经过咱们上一轮的推进，基本上可以确定这几个案子都是一个神秘的鼠王，然后再教唆一个帮凶去完成。对，那么下面谁来分享？在欧隐藏房间里边有一个手机，其实可能涉及到说这个老鼠形象的神秘起源。所有渊源的来源。那个证据在谁手里？现在在我手上。其实它就是一个3个女孩，一个帮派，去有一点像霸凌另外一个女孩，被霸凌的那个女孩应该叫小野。啊，首先呢，就是第一个女孩叫刘连苏，刘连苏说那个小野穿成那样还画老鼠。刘延苏应该是苏网红，哦，然后兔兔好可爱，刚才欧说是他，对，兔兔好可爱说哦，我有点想吐。然后刘连苏就@了另外第3个女孩叫 Sunred， 就是那个孙某嘛，就是那个我那个哥们儿另外的那个死者。就都能对上这几个人。刘连就说：“小红，你牛啊，一巴掌就扇到位了，就证明他们打过他，打过小野。”然后兔兔好可爱说：“愚人节是小野的生日，有趣。我假装不知道他对芒果过敏，给他买了一个芒果蛋糕。你们猜怎么着？他吃到浑身痒，还在吃呢。”然后兔兔好可爱又说：“我发现他最宝贵那些破老鼠画了，要不我们帮他传播一下，让他清醒一点。”然后小红说：“竟然有人买了他的表情包的版权。”买的这个人就是狗老板。网德福公司已经购买了这个红鼻鼠的这个标签，注册了它的版权，然后生产了一系列的周边。对。然后这个群的最后一条留言呢是兔兔的，兔兔说：“小红死了，我们各自安好吧。”然后就把这个群给解散了。我们听欧说一说吧。你霸凌别人还能喊姐啊？对啊，
霸凌别人怎么了？我就是这样的人啊。我家里就是很有钱啊，我爸妈送我到这个学校来，就是让我跟我差不多的人去交朋友，其他的人就不应该放在眼里的。所以呢，苏网红跟孙小红就是我的闺蜜，我们3个人一起玩，就是对别的稍微平凡一点的学生的，就是会霸凌。可能你们会觉得欺负他吧，我觉得这些人都应该感谢我。啊？这说什么呢？这都是因为我是他们的动力啊！哦，你锻炼他们。如果没有我这样的人，他们这样生在沟渠里的人，怎么能凭着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呢？哇塞，我头一回见到那个马桶长嘴里的，哇，好棒啊！我好气啊！好可恨。后来小野他跑去告诉了实习老师，如果他去告诉校长什么，那个校长可能跟我们都是一伙的，他们会包庇我们。但是他很聪明，他去告诉了实习老师，结果实习老师呢就单独约了我父亲见面。我父亲回来之后非常的生气，扇了我一个大耳光。一个逼斗，对于10几岁的孩子有多大的心理伤害？我好爱上我。我非常非常的生气，所以我就记恨了小野。后来我告诉他，你要是管不住自己的嘴，我要做更过分的事情。接下来呢，我就发现了小野偷偷在网站上发布他的连载的漫画，然后我就截了一个他的漫画，做了一个表情包，就在学校群里面去散布啊。结果没想到这个表情包就被注册了版权，然后就火了。后来呢，高3之后不久，小野就从学校消失了。孙小红呢去打听了一下，说有传言他是因为学习压力太大，然后自杀了。自杀？哦，怎么看那个？说不仅他女儿死了，说之前还有小野也自杀了。笔记本。何米南呢？学校论坛里边有人提到过，说不只是他，前几年还有个叫小野的人也自杀了。接下来就到了04年，我18岁，高中毕业了。然后那个苏网红出国了，我跟孙就留在了6市。有一天呢，我就在家里了，就不知道为什么来了外卖，而且我们是以为是对方点的。然后我们俩就开始吃，吃完了之后呢，我们俩就中毒了。啊！孙小红，2004年9月20日，死者和好朋友郝某的外卖被投毒。郝某呢，因为抢救及时，洗了胃获救。郝某啊，那是。对，他就是那个郝某。对。其实我本来的名字叫郝美欧。好美哦！很贴切。之后出现了中毒反应之后，孙在送医的过程当中死了嘛。我呢，就是因为吃的比较少，捡回一条命。但是当时这个投案的棋手熊大强说，是因为看到了孙写的这个必须按时送达，否则差评这样的一个威胁备注，所以他愤怒而投的毒。其实这件事我还要补充一下，因为我跟他是哥们儿嘛，就是这个熊大强啊，当时确实就是挣不着钱了，然后他就因为这事还大量酗酒，情绪非常的不稳定，因为他发现当时他肯定送不到了，又同时受到了这个威胁差评，也许他真的就是那2个人，就是你们这2个人，他是想投毒的。就不知道为什么来了外卖，我们是以为是对方点的，可是他都不是你们点的外卖，我们没有点外卖啊。他1点钟去给我弟弟送了外卖，2点钟他就去给孙小红送的外卖。那稍等，我现在有另外一个想法。送给郝美欧和小红那份外卖之前，你说熊大强在给你弟弟送外卖？对。谁点的你弟弟的外卖？你点的吗？
我不知道，不是我点的。那这是鼠王点的吗？外卖底带有红鼻鼠的贴纸。哦，说白了也是在鼠王的教唆下，才形成了这一个案件。对，就是我这个熊大强变成了一个帮手。是。是这样，我给大家捋一下啊。我先说，我有点能理解，或者我猜测小野为什么会自杀，因为他说的是03年开学后不久，也就是说可能是9月份左右，对吧？对，那个时候恰恰是小野的这个引以为豪的漫画系列被人买了版权，然后已经连续3次做恶作剧事件了。咱们不知道当年的舆论是什么样，应该是挺不好的。作为这个漫画的原作者来说，不会很开心。他觉得我画一个很可爱的老鼠是我自己的代表，但是老被人拿去吓人，而且还专门吓女生嘛，不是啊？所以03年开学后不久，他自杀了。哦。03年我们把它定为恶作剧之年，恶作剧开始，小野自杀。然后04年又是3个月一次恶作剧，3个月一次恶作剧，一直做到了9月份，出现了第一次过量的恶作剧，肉桂粉过量。玩脱了，也是因为玩脱了之后，网上有一个以讹传讹，就是说，因为他恨真纺织的人太多了，所以人们希望是有一个地下英雄来做这件事儿。对，狗老板没有想杀这个真纺织，但是恨真纺织人太多了，真纺织死了，就是哇，很希望有一个鼠王，正义形象出现。然后后来的这个鼠王看到了这股民意，说既然这样，那我就来做这个。英雄来了。然后9月20号是他第一次开始尝试。对。哇，聪明！我想问一下那个一个问题，苏网红案件帮凶就是我们刚才预测的侯阿姨，然后呢，她是全程接受了一个戴着鼠王面具、穿着黑风衣的人。无论是计划，包括用的道具，甚至连用到这只狗，都是他亲手交到他手上的。他那天穿着一个风衣，戴着红鼻鼠头套，就是把一样一样让我做的东西就都放在我手上了。为什么就是侯阿姨所用的那一套道具，什么荧光粉啊、狗骨头啊、哨子呀，全部在你家呢？这个不是应该给侯阿姨了吗？好，我接着往下说。好。孙子了之后，为了安全起见，我就改了名字，转学去了别的城市了。我改了名字叫欧利维亚。2007年的时候，我21岁，我回到了西右市，然后就开始在这个传媒公司实习。然后呢，我认识了董事长，就跟他订婚了。2007年的8月份，我收到一条陌生的短信，短信中的人说他自己就是当年外卖投毒案的策划者鼠王。他说，当年本来我也该死的，但是我侥幸逃过了一劫。他能在我改名换姓之后还能轻易的找到我，我觉得这个人非常的厉害。后来我就想尽办法去找他，这个人到底是谁？根本找不到，他就是一个虚拟的号码。后来呢，他让我帮他一个忙，如果我不帮他的话，他就杀了你，他会让我再死一次。我没有办法，只能说决定一步一步先答应他，看他最后让我干什么啊。然后呢，他让我匿名联系汪汪狗舍，买一只金毛犬，按照他的要求去训练它。然后我照做了，我给狗狗取的名字叫查理。有一个狗长得跟阳光特别像，对，它叫查理。意外停电时，查理听到了一些声音，之后攻击了工作人员小光。切记不可让查理处于黑暗中受到惊吓。训的内容就是让他遇到黑暗就咬人是吗？查理现在可以在黑暗的环境中听到哨声之后，还有个哨声，攻击并撕咬荧光目标。07年开始布局了，但是实际作案是08年1月。然后他还给我寄了一个红鼻鼠的面具和一个黑风衣。他让我在1月29号的时候把查理带到一个偏僻的公园，跟一个人交换查理。
哦，侯阿姨见到的蜀王其实是欧。他那天穿着一个风衣，戴着红鼻鼠头套。所以我现在知道了，是我去跟侯阿姨教育的这只狗，然后我就觉得我被这个蜀王利用了，去杀了苏网红。下的一盘大棋呀！哇，这人很棒啊，他能看很远，这个人。他知道太多了，他是上帝视角。对。就是这帮代理的人都是要穿那身衣服，对。是的，是的。那些东西你还可以拿回来了是吗？用完的东西。我拿回来了，但是我自己的那个我已经烧了。你们刚才找到的那个床底下那个不是我。咱们找的那个是董下午的时候用的那个。欢迎来到狩猎游戏，玩家已入场。然后接下来我就听到了说苏网红在家中被自己的狗咬死了嘛，然后我通过这个新闻的照片判断，我知道那只狗就是我训的那只查理。2月份的时候，我就把带回来的那只金毛送到了乡下去，给我的这个亲戚养，我还给他寄狗粮。就是阳光被他寄走。对。所以其实他是有一个教唆犯，然后有一个蜀王替身，在这一案中是欧承担的这个角色。对，如果我不做，他可能会杀我。前期训练官蜀王线上代理人 Olivia，AKA 欧美人，开头好多。细节步骤实操者侯阿姨。这一个是送武器的，完了一个是操作武器的，一个是告诉你打谁的。那咱们就该说说学校的学校的疑点了，因为学校是一切的起点。侦探其实就是说小野本身让我们特别的错愕啊，但是你看看这张照片，是不是让你觉得有一份惊喜呢？耶，这就是那个谁吧，和的薰妮啊，你看薰妮真的是哇哦，美的呀。薰妮。很美。再给我看一眼，我再给你表演一个吊凳儿啊，吊凳儿啊。哦，是哦，好甜呐，好甜的吊凳。然后我发现有个群，也有群。你看啊，这个群有499个人，而且叫我们都是老鼠。这个群里边有你的女儿。对，您女儿说，叔叔我呀，每天都压着大山，感觉喘不过气来了，真希望蜀王来拯救我们。这时候，下一个老鼠叫做唯爱鼠的人，说了一句话特别狠，他说只有自杀才能引起蜀王的注意。可是谁能来当这个勇敢者呢？所以妮就去了。然后这时候你答了一句：“死会疼吗？我很怕疼。”然后大家就反正就一直在群里面聊这些关于自杀的，然后之类的，关于吸引蜀王注意的天儿。我安葬完那个薰妮之后，我看他的电脑里，我发现了这个群，然后我看到了这个聊天内容，因为我那个时候还不知道他有这个抑郁症啊，所以我就看完这个，我说哦，原来他是被教唆的，所以我就觉得啊，我的女儿是因为蜀王的这种诱导，她才会自杀的。所以然后呢，我就在网络上一直想找蜀王。我原来不是开车嘛，然后后来就发现自己打游戏也不错，就开始变成一个陪玩，所以就找蜀王是我的终极目的。因为我要杀了他，给妮儿报仇。哦，杀鸡眼啊，他的那个恨来了，最直接的。然后接着往下，他们有一个论坛。来，何美男本尊来了啊！何美男说，蜀王又要主持正义了，大家快点进去投票。我投了徐校长，薰妮就是被他逼死的，等于说，引导大家投票的是他啊。
引导大家投票。因为首先现在不知道徐校长是谁提的名，不是你提的吗？不是我的。哦，你只是说投他一票。我去投了票，因为我发现居然有提徐校长的提名，我就投了票。因为我觉得，首先第一点，我不喜欢这个学校，我也不喜欢这个什么腾飞班，我更恨的是因为这个学校和腾飞班让虚拟给自杀了。但是没有想到，在红笔鼠的论坛里面居然出现了徐校长提名，我就点了。点图片这个里头的链接进去的。第一个人是我提名徐校长10万加，然后这时候有一个人很重要的就是这位潘三好，爱学习，说我也讨厌他，我投了他，但是他底下有个疑问说，他真的会被鼠王杀死吗？我们现在有非常准确的证据，基本上可以笃定潘三好是那天参与杀害了校长的凶手。然后呢，我在电脑里面发现聊天记录，在09年2月25日，鼠王本人的账号给潘三好发了信息，恭喜你成为鼠王选中的人。鼠王说配合我杀掉徐校长，我们一起实现完美的犯罪。鼠王说3月1日的开学典礼上，我会出现在看台上，吸引所有人的注意，然后假装开枪，你趁机发射提前准备好的电磁发射器杀死他。我会寄给你超仿真的子弹，这对物理竞赛的获奖者来说并不难。哦，是这么给形容啊？这是那个台子，台子上其实它接了2根线，然后2根线连在上面，其实它上来是不通电的。这个奖杯是金属的，然后是这样的，潘三好啊，恭喜你，这是你的奖。这时候台下那人就会说，我让你们马上下课。然后大家出去都会看在这儿，潘三好就会把奖杯放在那个位置，这么一放，哇，这个设计高级呀！对。但紧接着就要来了，重要的话是说你要帮我收走那个箱子，然后那个箱子里边大概率装的可能是什么呢？就是那个什么假枪啊、面具啊、袍子啊，或者有可能是收走的那个什么装备啊。然后那现在关键问题是我们说在台下配合鼠王那个人，以我们现在对鼠王了解，他大概率其实就不是鼠王本人。对，也是又找了个线下的工具人，然后帮着操作了一下。代理人，对，真的代理人，线下代理人。对，不会是穆校长？潘三好，电脑交到我这儿来了，如果要是有需要的话，我可以把这台电脑给你们拿过来。然后呢，学校很严，所有来的人必须不是本校的学生，必须要做登记。3月1日，我们在登记名册上看到了3个人：陈烈、容一火、熏素都来了。所以不是荣就是勋就是陈。不是我，你是干嘛去的？因为我看了论坛，我知道鼠王要出现在那儿，所以我去学校。是为他送早餐啊。陈烈跟我们说呢，他每天都来，因为他要给这边送粥来。河里拿箱子的话，应该就只有送早餐的这位。对，来吧，说说吧。我早餐是就是这么提进去的，没有拿箱。你有箱子？全校的早餐提进去，你就提着。推一个车。是只有拿奖的这3个孩子能吃早餐吗？不是，只有你是怎么被鼠王威胁的？这个这么不好认的吗？是我。不要负隅顽抗了。怎么联络你的？因为这个人啊，我就觉得他还不错，这人还不错。你肯定喜欢鼠王嘛，因为鼠王帮你们杀了真纺织嘛。啊。
他找到我，他找到你，因为我经常去那个学校啊送粥，学校已经就是对我很熟了，就是他们也不检查我的那个带进去的东西了，就对我疏于防范，我就把蜀王的面具、还有披风，还有一把玩具枪带进去的。传真来了，哦，这个垃圾场的那天上班的人是谁？稍等，我这边查询一下，晚点我们会以传真的形式给您发过去的。好。还有一个案子，分尸案。当当，好了，来了，传真。垃圾桶更换员，值班人员爱工作，因身体不适请假，更换为熏素。就相当于当天晚上的垃圾运送员其实是你。说说吧，就是我替了那个人班。你做了啥？你见到蜀王了吗？我没有，你那么恨他，你怎么可能跟他合作？我没有见到蜀王。我虽然恨他，但是呢，我因为想跟他见面。见面对，所以你知道，我就必须要记投名状。哦，你是投名状。蜀王非常可怕啊，他连我这种心思是可用的都能猜着。比如说，我是因为想杀他，然后他可以听他的指挥，所以我是收到了他给我发的这个信息。他给你发信息说什么？就让我帮他分尸。你分的尸啊？你下手是真狠呐！等于发帖不是说那个蜀王再次回归，然后说下一个锁定的是狗老板吗？然后我可能也在留言还是怎么，反正他就回复我了，他说跟我可以有一次合作的机会。然后我心想呢，这可能是我唯一能见着他的这种方式，我就答应了他。其实就是10点半的时候到这儿，我到这儿我会发现一个尸体，然后呢，我找一个地方把它分尸。分尸完了之后，在那个0点之前，这个垃圾场这个车还没有出动之前，我放到各个干净的垃圾桶里，这样它一开出去之后，四面八方的，就这个尸就已经被分了。其实我本来是想接近蜀王的，结果我没发现，我按照他那要求，其实我变成蜀王了。我戴着面具，披着斗篷，就是赵成楼下见到的是你。当时那个远处还有一个人儿红鼻鼠走过来。还有一个啊，就是你看，从这个真死了之后，剩下的死者，我感觉全是围绕着小野。网红宠物犬杀人案，死者苏网红，23岁。外卖投毒案，死者孙小红。网德福老板分尸案，死者狗老板。私立中学枪杀案，死者局校长，都是为了小野来报仇的。有道理。对。首先，他报复的前3个人就是当年的坏闺蜜群，3个女孩，一个帮派霸凌另外一个女孩，被霸凌的那个女孩应该叫小野。然后是那个校长小野，当时不敢告诉校长被欺负了，还记得吗？如果他去告诉校长什么，那个校长可能跟我们都是一伙的，他们会包庇我们。狗老板拿了他的注册的商标，作品名称是红鼻鼠，著作权人网德福网络公司，而且已经连续做恶作剧事件了。这边怎么没人呢？蜀王肯定跟小野的关系非同一般。哇哦！这就说明蜀王确实非常了解这个学校。嗯，所以学校是一切的起点。
我这儿有一点疑问啊，真正的蜀王是不是学校的人？我是西柚市数一数二的唱跳私立 idol。中学嘛，在这里上学，苏网红跟孙小红就是我的闺蜜。就是一个3个女孩，一个帮派，去有一点像霸凌另外一个女孩。霸凌别人怎么了？我就是这样的人啊。这个学校唯有一个女生引起我的注意力，她叫做虚女。徐校长为获得物理竞赛前3名的学生颁发奖状，好好学，攀3好，假物理。03年的西柚私立中学代表队再获全国中学物理实验大赛金奖，是谁得的奖？有我弟弟。你弟弟是不是私立学校的？你弟弟是拿物理竞赛的那一届是不是就是小野那一届？对，是的。有照片，给他看一眼。这是哪个是小野？这个坐在轮椅上的是他弟弟。哦，就是我看一眼，我看一眼，这个是你弟弟。脸被磨掉了。哦，那这肯定是。真死了之后，剩下的死者，我感觉全是围绕着小野，蜀王都是为了小野来报仇的。熊1点钟去给我弟弟送了外卖，弟弟的药被偷了。等于熊是在弟弟那拿的毒药。2点钟他就去给孙小红送了外卖。03年西柚私立中学代表队再获全国中学物理实验大赛金奖，是谁得的奖？有我弟弟。他们发明了一个电磁发射器。蜀王说，3月1日的开学典礼上，你趁机发射提前准备好的电磁发射器，杀死他。蜀王肯定跟小野的关系非同一般。你弟弟是拿物理竞赛的那一届是不是就是小野那一届？我之前一度怀疑过红鼻鼠有可能是谁，是我弟弟是吗？很像。不，但我弟弟是因为他成年之后他就瘫痪了，所以他从来没有自己出现过，他都要找人呢。而且校长这个杀的就很合理啊。上一个案子的话，他提前给自己叫了份外卖，你也不是你叫的，谁会想到给他叫个外卖呢？哎，等一下，我因为我确实那时候一直在创业嘛，我过得也很难，为了要养活弟弟，然后呢，我就把弟弟送到了医院。然后有一次我去见他的时候，我在看他画一个女孩子，然后我看到他画得很认真，他没发现我来了，我就说呀，这是你喜欢的女孩子吗？他一下子非常急，整个滚，就是冲我大吼，要把那个画像收起来。小野吗？是小野吗？就是小野，对吧？你弟弟有可能就是蜀王。我们这只是一个脑洞，你接着往下顺案子呗。还有一个案呢，坠亡案啊。跟这个烂尾楼有关系的讯息是在 Olivia 和董的房间里面，打开了一个电脑，哎，找到了一个笔记本，有一个叫 E 的人给 D 先生发了一个邀约，他就说烂尾楼猫鼠游戏有没有兴趣？他说街头暗号大白鲨东北虎，就是说 D 是被人约来的。然后第2个问询的人叫做好胆小，他说我是集市的摊贩，当天晚上戴猪面具的死者很奇怪，到处在集市上问有没有卖大白鲨的。今天 E 给了他一个新的暗号，其实故意在吊他。你过来说大白鲨，我说东北虎。进来之后，他想去找 E， 但是 E 没有暴露自己 ，E 反而把他干掉了。对，哇。然后今天还有一个线索是，有一个女的试图去对暗号，但没进去。问询笔录里边提到了这个人叫马楼长，有一个女的很想进来，但是报不出口令。有没有人敢认这个事儿？是你。
对。你为啥要来对暗号呢？不是因为4月30号的时候是我跟董的纪念日，我们一起吃了烛光晚餐。吃完饭之后，他跟我说有急事，他要走一趟。走了以后呢，我就好奇他到底要去哪里，因为其实前一段时间我觉得他有点神秘，因为前几天他忙着办那个猎杀游戏，对，所以呢，我就跟随他到了这个烂尾楼。到烂尾楼之后呢，我看他进去了，但是有人拦着我，一直在问我宵夜吃什么，宵夜吃什么。我说莫名其妙跟我讲了什么，我说我要进去，然后他一直在问我宵夜吃什么，我就没有办法进去。马楼长没让你进，对，我就回家了。所以再后来我就被通知我老公死了。你看啊，咱们现在要盘的坠楼案也跟以前一样，咱们假设刚才推断的是真正的鼠王是一个不便行动的人，他是小躺也好，他总是需要代理人的。那么我们要找的现在唯一一个没确定或者没法认的代理人，其实是今天谁把地摔死。对。现在就是说 E 没有人认 ，E 是不是鼠王吧 ？E 是鼠王吧？ E 可能是鼠王，但是也可能是鼠王的代理人。对，但是今天推人的那个不可能是他本人嘛，对吧？对啊。咱们现在所有的代理人帮凶都承认了，但是这个没人敢认。今天又到了6点了，大家也很辛苦。我们明天9点继续，我们直接约在医院见。啊，这是医院哦。来了，来吧，朋友们，咱们既然那么怀疑鼠王是小躺，何不去医院确认一下呢？走吧，进去吧。哎，荣呢？荣在里头呢。已经在里边了。哎，你先来了？本来我们不是要9点钟一起再去讨论案件嘛，但是在8点钟的时候呢，我就接到了医生的电话，告诉我他已经过世了。No， 有说什么原因吗？没有。我们先进去。哎呦，好瘦了。他画的画是风景画啊。他画的好好哦。哎，这有一个写了什么？咋了？怎么了？离我们的目标又近了一步。晨练。哎，别跑！啊！你杀了我弟弟！你是让他走到目标终点了是吧？怎么我提的字又在这儿出现了呢？他是你的缘，他是我的好朋友嘛。我觉得这人还不错。让我看看我弟弟。哎呦，笔记本。荣小躺。他画的画儿啊，这是小野。有一次我去见他的时候，我在看他画一个女孩子。哎，小野画的小老鼠。哦，哇，这个可爱。这是一个开心的小老鼠。哎呦，那关键本来特别好的一个寓意的，结果被那个搞成了一个邪恶的象征。哎呀，朋友们，枕头底下有他自己的一个日记。
熊的那个是，就投毒案。投毒的第一次。弟弟写的日记说，他们夺走了我的唯一的光，我要让你们血债血偿，让小野永远被记住。然后这个是恶犬伤人。现在他们开始相信蜀王真的无所不能了。他就是蜀王。存在了，碎尸案，不仅是他们，还有利用他作品牟利的奸商也必须死。校长案，纵容霸凌的人死了，他是名单上的最后一个人，这就是结束的感觉吗？为何我感到如此空虚？我杀红眼了是吗？往后接着杀。终于走到了这一步，蜀王出现了模仿者。我的生命随时会走到尽头，但这座城市的人们还需要蜀王，也许应该把蜀王还给他们，让他们决定蜀王的命运。这样一来，小野的作品就不会被遗忘了。他说的是模仿者出现了吗？对。那相当于坠王案跟蜀王就没有关系。再找找那边的抽屉呢？啊，有个手机，哎，这就是我给他打的电话，18点05，这是我给他打的。昨天晚上大家怀疑过他之后，其实我给他打过一个电话。我跟他说，弟弟，你认识蜀王吗？他没有说他自己是或不是，都没有给到我。然后我说我来看看你好吗？他说不好意思，今天不行，我身体不舒服。他拒绝了我来看他，直到早上8点，我就接到了护士的电话。就这么一个信息吗？那边的抽屉呢？哎，他的电脑。登录。蜀王账号。该账号已在其他设备登录，如非本人操作，请注意账号安全。被人登了。昨天23点44分，就是11点，我们结束之后的11点。蜀王听到了你们的声音。最近一名冒充我作恶的蛆虫被处决，他的死亡让我意识到人人都可以成为我。蜀王既是一也是多，这座城市早已被腐蚀，是时候改变了。也就是说，这一条不是小躺，不是小躺发的，但是他用的是小躺的账号，他被别人冒名了。有一个很关键的逻辑是，他是自然的过世还是人为的过世？其他人为的？现在有一点极端的想法，做尸检是不是？是。没有，这不是极端的想法，我觉得应该给弟弟一个交代，做交代。喂，你好，给那个小躺做一下尸检。好的，好，谢谢啊，好嘞。那他告诉我们尸检报告会很快给我们。好。他早上配药时间是6点半到7点半，夜间配药时间是4点半到5点半，巡房时间是7点半到8点和17点半到18点。哎，有可能真的是有人动了手了啊！天哪，最近人手紧缺，护士站只有我一个人，姐姐们谁懂啊？这个房根本巡不完啊，就说明有漏洞了。你就琢磨吧，咱们昨天刚推出来，今天他就走了。那肯定是咱们中间有人。对呀，太蹊跷了。
因为这几天呢发生了非常多的新的事情，不管是我们在座的人晚上下班之后有可能去做了什么，还有别的人，包括小躺，都可能会有人在这几天发生一些新的变化。刚才我们看到这个小躺，也就是说，把它叫做初代蜀王吧。初代蜀王他在完成了校长案之后，已经觉得到了结束的感觉。但是在5月1号的时候，他发现了一个模仿者，终于走到这一步，蜀王出现了模仿者，我的生命随时会走到尽头，但这座城市的人们还需要蜀王，也许应该把蜀王还给他们。这样一来，小野的作品就不会忘记了。他希望的是把蜀王继承下去，而传承下去之后，2代蜀王发出了第一条帖子：蜀王听到了你们的声音，近日一名冒充我作恶的蛆虫被处决，他的死亡让我意识到人人可以成为我，蜀王既是一也是多。这座城市早已被腐蚀，是时候改变了。这就不是小党会说的话了，这是新任蜀王。也就是说，他们是小躺的继承者，他们既是一也是多。朋友们，此案也许不是一个单凶了哦。多人，我觉得应该是这个意思。在这3天的过程当中，我们知道了有很多人是蜀王的追随者、崇拜者。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人他们把蜀王当做一个精神象征，被这个蜀王的精神所号召。首先，摔死帝的就是所谓的新任蜀王，杀帝的人统一目标，蜀王的崇拜者，蜀王精神的继承者。我们再来讨论一种可能性，就是说，如果小躺他是非自然死亡的话，继承这个遗志的人，他会去对他的初代蜀王，他的前辈，去动手吗？应该不会，不太会。就是我觉得杀死那个帝的人，跟杀死小躺的人绝对不是同一个人，绝对不是一个人，肯定不是一个人。杀死老蜀王的人又是一个凶手，2个案子的凶手。其实杀他的人就是恨蜀王你这个人。然后我们每个人对于蜀王都有立场。我跟大，我们2个人是坚决的蜀王支持者，狂热粉丝。还有像我们一样的吗？他应该也是狂热的吧，因为他都主动说要帮忙。我都谈不上是狂热了，我跟他是好朋友了，已经是。就是我从头捋一下我的故事吧。Finally， 终于，现在才来。我最开始是一个游泳健将。哇，这么沉的日气，果然沉得住气呀！现在就给大家看一下，沙一打开，连体泳衣。然后后来是因为伤病，我就退役了。退役之后遇上爸爸妈妈的离开，我就觉得生活黯淡无光。我就觉得继承父母的遗志，为所有工友讨回公道，其实是我的一直的一个希望和光吧。然后突然阴差阳错，这个苏网红也死了，我就完全没有生活的希望了。我觉得我既然帮不了自己，我是不是可以去帮别人？然后我就开了一个粥铺，给这些在医院的小朋友呀、残疾呀去送粥。也是这个原因，我认识了小躺。我就经常去找小躺，然后后来我就把苏网红这件事情告诉他了。我跟他说我是以前这个纺织厂的子弟，他就告诉我一件事，他说苏网红的事是他干的。然后我就说你怎么敢把这件事情告诉我呢？他说因为我跟你一样也是经历过黯淡无光、没有希望的日子。他因为一度瘫痪，找不到目标，最后他找到目标了，就是用那个蜀王的名义在网上惩恶扬善，为这个西右市
返回一点公平。他说接下来我有个计划，你能不能帮我一下？然后我说什么计划？他就说了那个校长的计划。而且跳进河里，我可以很快的游走。啊，因为你会游泳，游泳健将啊。对，然后我就帮助他了。哦，然后你又进一步了，是啥时候给他的？杀完这个校长之后，我就给他留了那个字条。哦。但是在4月30号有一点转机，就是他告诉我了，他说最近有人在模仿蜀王，就是D的那个坠楼案。他说这件事不是我做的，我就跟他说，我说这是怎么回事呀？然后他说这也挺好的，有人可以模仿我去惩恶扬善，其实是一件好事儿。但是这个地方我就跟他有一点小的分歧。我觉得这个蜀王这件事不能让所有人都以暴制暴。对。5月2号，我接到张的通知来这里，我其实最大的目的是想要知道谁想要抓住蜀王，因为毕竟我不想让小躺被抓住嘛。你是来保护蜀王的，他是一个卧底。哎呦，尸检报告是尸检报告吗？来了。第一份是这个西右市法医学鉴定中心尸检报告，荣小躺，性别男，24岁，尸体表面无其他外伤，根据尸体体内残留物确认死因为氰化钾中毒致死。氰化钾。氰化钾中毒，死亡时间为22点至 M009年5月5日0点。然后他房间里边的403物品的化学成分提取分析，氰化钾经检测样品中并未含有目标物质残留，没有含有物体残留，就说明就是有人是带了氰化钾进去，带了氰化钾进来的。让他闻一下是吧？不用闻，就直接氰化钾一丢丢，你往嘴里放，因为你所有的你看那种那个谍战器里边咬破牙齿然后死亡的全是氰化钾。哦，那叫氰化钾呀？哦，学习了。对。那东西只能去黑市买吧？药店能买到吗？不知道。我把我自个儿问出来了。有病吧？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昨天晚上的推论基本上已经锁到了小躺就是蜀王。对，我之前一度怀疑过红鼻鼠有可能是谁？是我弟弟是吗？假设我们中间有一个蜀王的反对者，然后他跟蜀王有一条我们不知道的仇，他把小躺干掉了。有2个人找过蜀王，对不对？他打过电话是一个固定死的。对，交接账号的那个人也需要去找过蜀王。没有，我也找过他。你昨天晚上去找过我弟弟？对，7点。哦，行，了解啊。你是7点，然后告诉他白天的事情，帮凶大家已经知道了，但是模仿犯依旧没有进展。昨天晚上的时间线就在这儿了，他找过是一条固定死的，然后继承他的人去找他要过账号，杀他的人去给他下过毒。
请各位注意哦，凶手不可能硬给他打一个什么东西，他有个服药的时间，凶手应该是把那个氰化钾放到他的药里面了。我觉得他有可能是放在了这个胶囊里面，为什么呢？因为样品当中没有任何的目标物质的残留，也就是说你拌在什么片剂里面，什么都有可能，但你塞到胶囊里面就有可能不会被发现了。但放药里头，他吃药那时候他立马就死了。氰化钾很快。他说了，他写了，服用7到8小时后，药物会被吸收，开始起效，等于他有一个吸收的时间。是几点吃的？他是早晚各服1次的，也就是说，昨天的晚上这一次，他配药的时间是4点半到5点半，就是这个时间。不可能，我们都在一起呢。今天又到了6点了，然后呢，大家也很辛苦，我们明天9点继续。那如果在这个意思的就是说，他是早就把药换了的。他早上去放的。他早上我们9点之前来开会之前，他就已经把药给换了。新的一天，大家昨天睡得好吗？好，睡得还不错。哎，等会儿，他早间配药完了之后，他8点用药完了之后，他撑不到晚上建成了呀。他们15点就死了吗？不是，他死亡时间是10点到0点。对呀，但如果你早间给他配好了药，他8点就服药了，8点服药，你下午就死了，时间不对啊。那你来回都对不上啊，前后都对不上。他有一个办法可以早上去把它配好，然后让他晚上再死亡，套2层胶囊。7到8个小时溶1层，再7到8个小时溶2层。哇哇！哇塞，这合理了，就变成16个小时的延时了。对，那是刚好卡上了。那行，那就是早上配的药，反正那这都对上了。对了对了，不是啊，昨天早上去放的，昨天早上我们的讨论还没到这儿呢。那他便当下面的那个红鼻鼠的 logo 又哪来的呢？这是更蹊跷的事情。但是我们严格来说，我们不是应该是昨天晚上才推出来的吗？早上就去，杀鸡在5月3号形成，得知道小塔有可能是鼠王。对。因为其实是从昨天的下午小野的出现，我们才联想到小塔也入局了，是，而且也联想到小塔有可能才是最后布局的人。但是在那之前，他怎么会意识到小塔是鼠王呢？如果是昨天早上服的药，那我们就得盘前天白天发生，前天一天发生什么？第一天晚上发生什么是吗？第一天我们基本上把前2案的帮凶都锁了。对，把侯阿姨锁了，把侯阿姨锁了，我们那案没有锁，我们这案没锁。不是，是这样，大家的进度查到了帮凶存在，但是没有明确到人。他就跟小塔汇报过，所以他有。模仿犯目前没有进展。
我们集体的意识觉得我们是昨天晚上才推出来的，但也许我们就要反过来盘凶手的逻辑，他可能会比我们早知道一步，因为凶手知道的比我们多，他角度不一样。哎，不用，我觉得不用盘这个逻辑，最简单的逻辑，他为什么去杀？就一定我们不管他通过什么方式了，他一定就是恨蜀王你这个人。我们现在就盘在当时那一刻谁最恨红鼻蜀王，完事儿。不是，可是我觉得，因为我们当中如果没有人撒谎的话，是没有人那么恨我弟弟的。对呀，他一定不会去杀我弟弟，主动去杀我弟弟。我霸凌的那个，然后他利用了我，可能你们会觉得欺负他吧，但是呢，我觉得这些人都应该感谢我。啊？霸凌别人怎么了？我就是这样的人啊。首先，他报复的前3个人就是当年的坏闺蜜群。后来呢，他让我帮他个忙。如果我不帮他的话，他就杀了你。他会让我再死一次。我就觉得我被楚王利用了，杀了苏网红。有可能吗？而且你也有生命危险。还有勋啊。但是我其实看到了这个信息之后，我会觉得我的女儿是因为蜀王的这种诱导，她才会自杀的。也有可能。那不是，那是我2天前是想见蜀王，是因为我觉得蜀王害了我女儿。那如果我知道了蜀王是这样子，我不让他吃了一颗药丸就死了。我只要是有距离能接近他，我恨不得拿刀杀他。我觉得其实首先从对蜀王的情感来讲，就基本上排除荣、刘、大、陈和我，对不对？陈有可能，陈不可能，他好兄弟啊！他俩不是说分歧思想有分歧了吗？思想有分歧，也不至于弄死他呀。你是怎么排除的呢？我为什么要杀他呀？我有一点啊，有可能是因为我在那上面点了一个赞，然后投了票，而且我发动全校同学投了票。我确实对蜀王的心情我是有点吓到了。我没有想到真的，我找同学投个票，然后一个校长就在我面前被干掉了。但我至于去杀他吗？如果要我说的话，我觉得只有那个2个人有可能是勋和欧。勋的话就是他并没有转变他的想法，他还是觉得就是在女儿的这个自杀过程当中，对于蜀王的这种心理的依赖，加上蜀王的这些追随者对他的怂恿，还觉得是蜀王害死了他的女儿。从欧的角度，欧其实还是在被他威胁着的一个过程中。我觉得是这样的啊，如果你看啊，你盘欧的话，他自己是帮凶，对吧？他知道小躺是同学，我们不知道。那他是不是就可以提前1天意识到？他就会我们提前1天知道。那你也知道是小躺，但是他能不能在我们3号那天的推论中，勋的角度能不能意识到小躺？比欧难，因为他没有，欧是同班同学。
那这个的就投 O 吧。不是我，因为在之前我并不确定小躺就是鼠王啊。我知道我自己的线是我从小确实霸凌他，然后我非常后悔，但在后来我没有想到他会找到我，让我去替他做这个事情。在这一点上，我确实有被威胁，但是我确实帮他做了这件事情。我并不知道他以后还会不会再找我，但是我跟董事长的感情已经很稳定，并且我生活得很好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董事长在做这些事情，所以我不会再想要去联系这个鼠王。他如果觉得董事长是鼠王杀的话，他对鼠王的杀机更强烈。对，一个威胁自己，另外杀害了自己的老公，而且那一天还是他们的结婚纪念日。因为4月30号的时候是我跟董的纪念日，我们一起吃了烛光晚餐。吃完饭之后，他跟我说有急事，他要走一趟。行，那这个就是暂时，咱们回去好好想想。咱们来找找杀弟的人，模仿犯。对。那就是刘和大。杀弟的人，这一条线上是统一目标，鼠王的崇拜者，鼠王精神的继承者。咱们都是他崇拜者。对，我们都是他崇拜者。不是这个人也可以扩散一下，也不一定非得我们俩。他俩确实非常像故意做的一个不在场证明。对。刚刚那个东西是我托你买的。对，他托我买的，是在4月30号8点50到9点定制一个手机壳，然后你帮我搞一个电动车的电瓶。如果说我们两个像故意不在场证明，我的身份一定会高于大。因为是他找你做，因为是他来找的我，我自己在这儿摆的摊儿，我是一个固定的摊贩。就是我从今天开门到关门，我长时间都在。但是问题又发现不是我，因为我也太明显了。我说一件事儿，就是说呢，你不是发现了那个楼下有什么那些机关绳儿跟那个螺丝这件事儿吗？对。啊，你看，这有点像鱼线。鱼线。之前绑过什么？刚才我想问一下，就谁说自己是这儿老楼主，在这住了好多年了？哎呀，有啊。那我是在这住了好多年了。对呀，这我不了解这构造啊。那我怎么会知道这些东西哪儿要去弄个什么东西？不是这东西，它就是一烂尾楼，这东西不都现的素材吗？但是烂尾楼要烂得很精确呀，你明白吗？那个东西它烂在哪儿这件事很精确。而且我有一个特缺心眼的那个时间点，就是我前边我都跟人配合好了，我50可丁可卯的，我假装我找你，说我什么电瓶车丢了，9点它正好掉下去了，就等于说这一切就感觉我特别白痴，我就感觉前面50分钟我都在跟人配合好了，现在我还有10分钟我演个戏，正好他9点就掉了。那你就需要找人给你做不在场证明，因为很简单，我们两个都需要一个不在场证明，但是我也不一定说你认死了一定是中间那一个，但我只是告诉你我身份一定高于你，是因为是你主动来找的我。他待在那儿，他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来，不确定有没有人能给他做这个不在场证明。但你去找他是你看到一个人，是他来帮我证明。对，是，所以说这个反向更证明了这个，我感觉我特别故意。还有一个我想说一个点，就是在于，比如说你们另外一个人找我们俩其中一个人在这个所谓的这个危楼这个地方，你找我干嘛？你找他，因为他懂这个楼。我更觉得他会懂这个楼去怎么去判断哪儿去弄哪个事儿。现在这个机关还原了吗？基本上。如果你用鱼线原石装置，对，做原石，一个尸体在高空被包裹在一个裹尸布里面，它混淆那个死亡时间。线的装置扯掉之后，它一个已经死亡的尸体高空坠亡。哦，我们其实目前没有发现任何自动岩石。
比方说一个蜡烛，一个秒表，什么时候做到。如果你没有自动延时，你就一定有人帮他做手动延时，要把那个尸体拽下来。朋友们，此案外边需要有人配合。有一个人在楼外嘛，对吧？那很简单啊，那双凶的逻辑的话，你这就很好认了呀。就是你是一个，因为我们现在就要再找第二个了。对你肯定是一个。干嘛呢你？因为如果是单凶，肯定就不是你。非要这么说，我不跟你是哥们儿了，咱俩3月份才认识啊，咱俩刚认识1个多月，也不是什么哥们儿。只不过就是因为咱俩喜欢数啊。翻车吧。这小船全给他甩。如果盘单凶逻辑，那你虽然很明，但是不太好认。是。但如果是双凶逻辑，关键难点是在找第二个。是啊，所以你可以认了，但是我不能认，因为我没干这事儿。你逼良为娼是怎么回事啊？你不能说出这句，那你们猜猜我的队友是谁吗？我说不出来。就是说，咱们虽然说穷，但是咱们有骨气，知道吧？不能就是说把我真往里放，我没干过这事儿。关键的问题在于，你做这个延时装置，刚才们已经说了，一定是一个手动。就这2个人同盟是楼外的人给你做一个时间差，保护楼里动手的那个人。集市每天20点到22点开放，当天人来人往挺多的。那如果这样的话，那其实刘就有嫌疑。其实刘跟大的嫌疑是一样的。唯一就是大稍微多一点，是因为刘是被动的，因为如果没有大去找刘的话，刘就没有这个时间点了。咱们就是先别聊他俩了，就是咱们再说外边那个人，咱们再谈一个可能性，好不好？就是外边那可能性，不管他是帮刘还是帮大，我排除勋跟欧。杀小躺有嫌疑的人，在这个事儿就全没嫌疑。对，绝对没嫌疑。所以凶手是爱蜀王，而且呢，跟楼里的这个人，不管他是大还是刘，是有同盟且想保护他的。基本上就是和陈、荣这仨嘛。对，外面的是我、陈和荣其中一个。不，我说一下，不是我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件事跟小躺发生那个矛盾的，这个地方我就跟他有一点小的分歧。我觉得这个蜀王这件事不能让所有人都以暴制暴，我不会模仿他去做这件事情。不是你没有模仿他，你是把模仿他的人干掉了，这不是一样吗？我说一下，不是我的原因，因为首先第一点，我根本不知道这个楼。而且我是一个18岁的叛逆少年，我根本没有办法去参与这么大的一件事情，而且我不可能成为新的蜀王。为什么不可能是荣？完全不可能是我，我就用一个证据告诉你为什么不可能是我，因为我当知道说蜀王投票说下一个要死的人是苏网红的时候，我特别害怕的拿着那个投票去找苏网红，跟他说，哎，这个很危险啊，你赶紧停播，赶紧停播。对于我来讲，他是不是正义的化身，在我这儿其实没有特别重要的，我不是他的一个崇拜者。我觉得荣唯一的一点可能隐瞒的就是他比我们更早的知道了弟弟的事情。是蜀王。那行，那就是头2案3个凶手，一定3个凶手。肯定侦探说的对，杀小躺是一个，杀这个弟的是2个，投票吧，加油！加油！投2个案子是吗？一定3个凶手。
杀小躺的凶手肯定就在我和欧之间。那我自己我知道我不是，那就应该是欧利维亚。我先投一票。每个人的抗辩能力都好强啊，已经成功把我绕晕了。先把第一票投给他吧，因为我知道我不是，那就是他。比较好锁的就是杀小躺那个人，因为我们有这个动机，能比所有人更提前意识到小躺是蜀王，并且还恨他的人太少了，只有奥利维亚跟迅速。杀小躺的是勋还是欧呢？按照欧的视角，他其实是早就可以知道弟弟跟他是同学，所以他可能那个时候就怀疑到小躺是蜀王。我觉得这个人在我心中更是奥利维亚，他有杀夫之仇。另外一点，他本身也是之前霸凌事件当中的一员，相关的人都已经被蜀王动手干掉了。他现在其实也是岌岌可危的，所以他很有可能动手。奥利维亚，先锁一票给奥利维亚。奥利维亚。我把第一案的票挂给我决定投给欧里维亚，我要投的是欧。欧。如果是你，你会跟谁合作？我犯不上跟任何人合作呀。除了你们俩，有谁对这里最熟悉啊？要说更熟悉，是他比我更熟悉一点。对，我比他更熟悉，但是我会更不方便。那行，我投。我老说一步错步步错呀，别老瞎投我。接下来我来投杀害弟的凶手，我认为是双凶。首先是屋里的两个，其中一个是大宝贝，一个是流魔王。大宝贝是主动去约的流魔王，所以我是觉得他从动作线的这个主动性上来讲，他其实更接近。那么跟大宝贝一起配合的凶手是谁呢？一个是蜀王的姐姐，一个是蜀王最好的朋友，他们两个都有强烈的动机去保护蜀王，所以呢，我不犹豫，就是我的直觉。里面的那个人就是外面的3个人。我自己当然知道我自己不是啦，那就是和陈。那相对于何来讲，他不需要做太多的事情，只要去剪掉一个鱼线，就可以去成为光荣的蜀王的一族。所以我把这一票投给何。好。首先，我不可能投我自己，由我先给弄了。能配合刘的，那荣很精彩。他跟他弟弟这么多年，就一点不知道吗？容易火。第2票，大家可能觉得不会是他的，我觉得嫌疑非常大，就是荣，因为他也许撒了一个谎，他是最早知道的，并且她还是他的姐姐，所以这票投给他。第2案的票投给大宝贝。我觉得楼里面的应该是流魔王，因为流魔王在楼里待的时间比较久。楼外的人，我知道我不是，就是荣和何里面要2选1。
觉得杀害第一的凶手一定是一个双凶的一个配合，只能跟着直觉头了。从寻找不在场证明的这个点来说，大的嫌疑是要比刘大的，因为他是主动去寻找不在场证明。但是呢，我们既然已经认定他们是一个双凶配合，他们不管是谁都在楼外有一个同伙。其实这个不在场证明是他的同伙帮他制造的，所以他们2个人只要在9点以前回到这个2楼，不在场证明是根本就不缺的，所以投给。然后就是楼里楼外的这个搭档了，也就是2代蜀王的继承者，容易火相对比较好排除，就是因为他对于蜀王的这个认知是我们里面最模糊的层面。虽然他一直是小躺的挚友，但我总觉得由他来继承蜀王的遗志是有点牵强的。从这个角度，在陈和何米之间，我很艰难的选择何米。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太难了。有一种这调啊，不祥的预感，主要是不祥的预感。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我会这调的人可显岁数了。来，请宣布。互联网普法综艺《大侦探》第9季，在第12案中，谁是杀害小躺和 D 的真凶呢？杀害小躺的案件，8个人，除了欧利维亚投给熏素以外，其他7人全部投给欧利维亚。可以，要不说您是铁打的。杀害 D 的真凶，所有人都投出双凶，一共投出了4种组合。嚯！天哪！那我先摆搭呗，我看看。你跟谁？我就是变成您了。对。你跟谁？你跟谁？对，来，我看看我跟谁。来。就是大或者刘配我们仨嘛。 4种组合分别为：大宝贝啊，与何敏。得嘞，合作愉快。我们俩啊。大河。大宝贝与荣一虎。哎，得。哎，您看看，没有。大荣上分。大荣了，哎，大荣了，哎，好。刘魔王与何敏。哎呦，娘。哦，居然不是所有人都跟我合作。刘魔王与荣一虎。哎，怎么还有这组合？还有这组合呢？我很想知道这个组合是谁投出来的。我投的啊。没事，我觉得这样特别精彩。就是说，你弟弟本来就有点瘫痪的，然后你咣叽，你早就认识出来，然后就显得特别的抓马。抓马。获得1票的组合是大宝贝与何敏。1票。我把第2案的票投给大宝贝。还有第3个人啊，第3个人好难投啊。我投给何。刘魔王与荣一虎。也是1票。我们也是1票。对。
剩下的票数集中在大宝贝与容易火以及流魔王与和米2种组合当中。你们俩一组，他们俩一组。 2种组合中，票数更高的一组组合。我觉得楼里面的应该是流魔王，楼外的人，我觉得只有我跟和跟容易火。我觉得我更愿意相信是和。所以呢，我不犹豫，屋里的就是我的直觉，大宝贝。大荣上分，只能跟着直觉头了。里面，我给他。还有一个，我觉得嫌疑非常大，就是荣，他是最早知道的，并且她还是他的姐姐。楼里面投给流氓王，楼外那个人是在陈和和米之间，我很艰难的选择和米。大说的有一点我是很赞同的，相对于他来讲，刘是在烂尾楼生活了很久的人，比他会更加了解这个建筑，就是刘。外面的3个人，一个是我，一个是陈，还有一个是何，所以我把这票投给何。好，流魔王与和米4票。4票。3位请进铁笼。凉凉。朋友们，等着看真凶。来，老师们，等着看真凶逍遥法外。有人对了，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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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人究竟是不是2起案件的真凶呢？接下来我宣布，本案检举。没错，我就是杀死荣小躺的真凶欧利维亚。我就是本案的真凶之一，我就是本案的凶手何米南。成功！哇！演！哦，终于赢了我！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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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厉害吧！哇，太难抓了！真的太难抓了！哇，太狠了！3票，漂亮，很棒哎，很难赢哎，可以的，真的很厉害。哇，最有成就感的一次，很棒很棒。我可以告诉你们关键性线索。你说，你们首先猜谁是新的那个蜀王？您啊，你对刘，我俩都是。所以说他是说可以是很多人。然后关键是证据是，仓库里面的电脑有一个暗网的地址，你会看到有一个登录，就是蜀王的用户名，然后登录的密码是一个非常长的8位数字，是我和刘的生日的和。天哪，这打死都猜不到啊！这个 OK， 再见。其实我一直隐瞒了一个点，是我对蜀王的感情。我非常的爱他，对，因为我恨甄纺织，你们都忘了，他害我爸爸入狱了。啊！苏有钱和甄纺织这2个人联手起来，把锅堆给了我爸爸。你知道吗？这个案子的主谋是我，是一个18岁的高中生，是我找的他。哦，我最后还是因为刘对那个楼环境熟悉，我也以为是。好嘞，送上勋章。好棒，好棒！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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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累了充充电，来瓶外星人，有请阿外。
送上由外星人电解质水提供的侦探徽章。谢谢。我给你们发来，3耶耶，勋章，谢谢。我觉得特别酷，没有，没有，这种很尴尬啊，一起尴尬。本节目由外星人电解质水独家冠名播出，累了充电，来瓶外星人，谢谢外星人电解质水。下载百变大侦探，随时随地来探案。本节目由社交推理 APP 百变大侦探赞助播出，谢谢。本节目由全线新装升级的舒肤佳健康净护沐浴露赞助播出，谢谢。去屑护头皮，当然海飞丝。本节目由海飞丝赞助播出，谢谢。用动感地带芒果卡解锁会员花絮内容，破解更多谜团真相。谢谢。好了，谢谢，谢谢，吃火锅喽！吃火锅喽！来吃，快吃。走了，走 ，Let's go，走吧，吃火锅去吧。啊，太厉害了！哎呀。勇敢的侦探们，面向正义，追求真相，为正义服务。走了很长的路以后，你发现要找回那个最真诚的自己。希望大家相信明天会更好。把我的有生的每一天过得精彩。带着爱意，奔赴更广阔的山海。大白吧真相，欢迎来到大侦探合议庭，我是主持人小齐思军。今天同样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郭慧法官，大家好，大家好；李佳琦法官，大家好；和杜素娟教授，大家好。那本期的合议庭，我们将会从网络暴力、老赖现象等话题聊起，在探索案件真相的同时，以案析法，与法同行。大侦探合议庭第12案现在开庭。那本期所涉及的案件较多，在这里呢，我们就不一一的对案件的凶手进行定罪量刑了。但是故事当中仍然存在着多个犯罪行为。通过正片，我们了解到红笔鼠的创作者小野曾经历了严重的校园暴力，在学校期间自己的作品遭到了歧视，最后呢，作品流入社会之后被恶意使用。而这其中涉及到2个话题：青少年霸凌以及网络暴力。老师们会怎么样看待？近几年来，校园里面学生之间的一些霸凌行为引起了大家的这个普遍关注，确实需要引起我们各方面的普遍重视。要解决青少年霸凌的问题呢，可能也需要各方面的共同努力。所以，首先明确一点，这青少年霸凌它的危害后果很严重，极有可能会构成犯罪。我们国家的刑法对于青少年犯罪的这个刑事责任年龄有非常完备的规定。已满16周岁的是完全刑事责任年龄，当然不满18周岁的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那么已满14周岁到16周岁的是限制刑事责任年龄，实施特定的犯罪行为的，要负刑事责任。那么根据最新的刑法修改，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实施特定的故意杀人和故意伤害犯罪，情节恶劣，经过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也要负刑事责任。另外呢，即使他的刑事责任年龄没有达到这个法律的要求，他也并不是说没有任何的法律后果。根据刑法的规定啊，因不满16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要责令他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呢，还要依法进行专门矫治教育。另外，根据民法的规定，你如果这个霸凌行为造成了他人的人身伤害，或者有其他的侵权行为，也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所以，这个实施青少年霸凌，首先要明确一点，它的法律后果是很严重的，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甚至是刑事责任。那么，要预防青少年霸凌，要改变的这个青少年霸凌时有发生的局面，我觉得各方面还要共同努力，特别是校园，这个学校在发现这个霸凌现象的时候，要根据相关的规定及时报告。相关的法律法规里面有相关的规定，不能置之不理、听人不管。是的，就刑事犯罪这个层面而言呢，青少年霸凌主要是2种表现形态。第一个层面呢是物理上的损害，就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一些殴打行为。另外一个呢就是精神上的一种伤害，比如说网络暴力。
那么网络暴力呢，多数情况下主要体现就是一种侮辱啊、损害啊，一种言语上的、精神上的霸凌。同时，我们也注意到，随着社会的发展，网络暴力有从网上向线下传播的，或者说网上网下相结合的这么一种态势。很多青少年已经不满足于网络上的霸凌暴力行为，通过网上的暴力，线下去找到被害人，实施物理上的侵害，就是故意杀人啊、故意伤害啊，甚至是一些强奸呀、或者猥亵的一些行为。我们现在都有法律来进行规制，制止青少年霸凌。首先，最大的责任人是谁呢？青少年的监护人以及他所处的校园，或者说他所身处的单位啊，这么一个组织啊，哪怕是一种无业青年，那么他所处的这么一个社区，或者一个村庄，那么都有相应的责任去规范、去规制这些青少年的暴力行为。比如说，一个学校的校长没有尽职尽责、很好的履职，导致校园发生学生被性侵，这是一种典型的校园暴力。很有可能这个学校的管理者呀，它是一种严重的失职渎职行为，那么有可能触犯相关的渎职犯罪，要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不仅暴力霸凌的实施者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些管理者也有可能要负相应的刑事责任。是的。那我也问一下杜老师，怎么来看待青少年霸凌这样的校园事件？这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话题。作为老师，我比较习惯于看到它背后的一个教育问题。可能霸凌者和被霸凌者都处于同一种教育的一个缺失，那就这些孩子他都普遍缺乏一个自信的培养，还有一个呢是安全感的培养。在霸凌者背后，普遍在他们的内心深处都隐藏着一个自卑、怯懦、没有安全感的自我，因为他自己是很自卑的，是没有自信的，他往往会结成团伙，然后采用暴力手段，通过征服别人、攻击别人，然后得到一种非常虚幻的自我力量的一种体验，然后得到一种自我价值的一个印证。这个就是很多霸凌行为背后你会看到的一个现象。那同样的道理，你会看到被霸凌的孩子，他也会有这个特点。没有足够的自信，也没有足够的安全感，那他们会通过讨好别人、祈求别人，试图通过别人的接纳来印证自己的一个价值。那所以他们比较能够忍气吞声，他们是不告诉自己的家长的。比较自卑的孩子，他比较容易落单。落单以后呢，我们又缺乏一个独处教育，就是我们认为一个孩子落单就是你很无能啊，或没有能力啊，那会加重他的自卑。在这个面对霸凌面前，他们往往是没有勇气去告知，更没有勇气去反抗的。我们经常讲，教育当中最核心的东西是什么？可能就是培养一个孩子的自信心，还有我们家庭、学校都要给予孩子充分的一个安全感。这个就是一个系统性的教育工程。其实，在霸凌现象背后，我觉得家庭、学校、社会都是有责任的。孩子要自信，他是需要得到情感满足的。成长的过程当中，第一，他得到一个信号，我很珍贵，家长会给他这个信号。第二个是他不断的被欣赏和认可，但是我们很多家庭当中，有的是孩子是被漠视着长大的，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被否定式的长大，就是我们的家长为了激励孩子进去，往往会用鞭策式的教育对他说你不够好，你很糟糕，这些其实对孩子的自信都是摧毁性的。但是我们的很多老师和家长，他们都会认为鞭策式的教育方式是一个对的方式，其实这个代价很惨重。我们在分析青少年霸凌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不能只单单分析青少年本身，还有他整个的生存、学习啊，以及生活的环境，然后从中找寻一个综合性的问题，才能够全面的去解决这样的问题。刚刚说的网络暴力问题，其实也是大家经常会聊到的热点话题啊。的确，语言文字是文明的产物，但是语言文字看上去很轻巧的这些东西，一旦失去了管制之后，其实对人带来的伤害可能是巨大的。对。一般来讲呢，这个网络暴力啊，是指通过互联网平台实施的这种言语暴力行为。通常的表现呢，就是涉及到一些侮辱啊、诽谤啊、侵犯他人隐私这一类的这个侵害行为，或者说通过这个网络途径、网络空间对他人实施的这个骚扰。那么这种网络暴力行为呢，一般来讲可能会侵害他人的这个名誉权、隐私权的一些合法权益。首先是一种民事侵权行为。
民法典啊，这个有明确的规定，民事主体依法享有这个名誉权，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能以侮辱、诽谤的方式来侵害他人的这个名誉权。但是如果它的性质很严重或者后果很严重的话呢，还有可能会构成刑事犯罪。网络空间呢，它有一些自己的特点。网络暴力的这个人的身份，你可能是不明确的，他可能是隐藏了自己的身份。另外呢，网络空间的这个信息的传播的速度又很快，扩散的这个范围又很大，所以呢，这个网络暴力行为往往会造成比实际生活中存在的这种言语暴力行为更加严重的一些后果。对于一些危害后果严重的一些网络暴力行为啊，有可能会构成这个刑事犯罪，主要是刑法上的这个侮辱罪和诽谤罪，有很多这个实际的案例。那像这个故事里边，网络暴力的这个施行人啊，他的行为也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这个后果。如果符合刑法规定的侮辱罪或者诽谤罪的构成要件的话呢，应该以侮辱罪或者诽谤罪来追究这个网络暴力的行为人的这个刑事责任。网络上发生的这些侮辱啊、诽谤行为，由于这个受侮辱和受损害、受诽谤的人，他可能基于自身的原因难以做到取证。那么是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请求啊，可以要求公安机关去履行调取证据的义务，在各个维度的制度层面上，确保这些通过网络的侮辱和诽谤行为能够被依法惩处。也请问一下我们杜老师，就是站在您的角度，认为这种网络暴力它产生的原因是什么？我觉得是分两种，一种是始作俑者，始作俑者他往往是带有一种恶意的。那么他人为的去捏造，这种我觉得就是一种，带有犯罪心理色彩的一种行为。大部分加入者可能只是因为他们的认知局限，网上的信息很多时候是有信息差的。如果一个人的理性的能力比较差一点，或者说思维能力不那么强大，他就比较轻信，就会盲目的卷进去。这两个性质是不一样的。但是很多时候网暴很复杂，是因为很多跟从者他们可能以为自己做的是对的事情，他以为他在谴责一个错的事情。但是呢，这个就是我们说，大家在网上发布言论一定要谨慎，就是你眼睛看到的可能不是事实。所以如果我们盲目的被卷进去的话，我们可能就变成了帮凶。要避免我们成为无意中的加害者，我们要做到什么呢？3多1缓，多思多闻多问，多考虑一下，多看一看，多听一听不同角度的、不同维度的，或者说不同渠道的一个观点，缓一点下结论。也许你过了一个晚上，你会发现这个事物可能会发生180度的转弯。我借用那个《简爱》里面的一个小情节啊，简爱小的时候，她在一个寄宿学校里面遭到了误解，老师当着80个学生宣布说这个孩子是一个坏孩子。简爱就觉得活不下去，她身边的好姐妹叫海伦，就告诉了她一句话：80个人不是全世界。所以后来我也经常用这句话去鼓励遇到这个问题的年轻人，我也用这个鼓励我自己，就是我们往往在遭遇网暴的时候会把局部当成全部，但是其实我们会看到一个现象，攻击你的人有可能总是少数，而大部分人其实他是不发声的。但是由于我们能够看见的只是在攻击你的人，我们会认为那是全世界。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首先要在理性上知道，并不是全世界都在否定你。第二个，我觉得不要试图自证。遇到网暴的人，他就会试图去自证，但是当你去自证的时候，其实你就陷入了对方的游戏规则。当然，第3点非常重要的，我觉得要向法律求助，要尽可能的学会保留证据，然后诉诸法律。我们在遭受到网络暴力的时候，应寻求司法机关或者公权力机关的帮助。网络暴力行为本质上呢，它是对他人的一个人格尊严和名誉权的一种侵犯。但是实际上，一些严重的网络暴力行为可能不仅仅是个人之间的一个侵权行为，它有可能会危害到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为了有利于这个网络暴力的被害人呢，来更好的维护自己的权利，更好的打击这种网络暴力行为，我们国家的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都一直在做各种各样的努力，对相关的一些法律法规啊进行修改完善。比如说，根据这个刑法修正案，我们对刑法做出了修改，对侮辱罪和诽谤罪的这个起诉条件做出了修改，对这个证据收集程序做出了修改。刚才国会法官也介绍了，增加规定了刑法第246条第3款，对我们这个有效的惩治网络暴力行为呢，提供了非常有力的法律武器。另外，最高法院也一直在做相应的努力。我们最高法院在2023年呢，联合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还专门出台了一个
关于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一个指导意见，对于这个网络侮辱诽谤行为提起公诉的一些条件和程序，对于公安机关协助这个被害人收集证据相关的一些要求，都做出一些明确的规定。我们在不断的这个修改完善，也给这个被害人维护自己的权益，有效的打击这个网络暴力行为提供了很有力的法律武器。所以说呢，根据相关的一些法律规定，对于通过网络暴力行为侮辱诽谤他人的被害人，如果要进行维权，至少有2种途径。那第一种途径呢，就是如果网络侮辱诽谤行为严重的危害了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那么被害人呢就可以选择向公安机关去报案，由公安机关来立案侦查，由检察院、检察机关来提起公诉，来追究行为人的这个刑事责任。那么第2种情况下，如果网络暴力的侮辱诽谤行为呢没有达到这个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情况，那这个时候呢，被害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要求法院来立案，来进入审判程序来追究这个行为人的这个刑事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这个被害人自己提供证据确实有困难，那这个时候人民法院呢就可以要求公安机关去协助来调查取证。那除了刚刚我们一直在讨论的这个网络暴力和青少年霸凌之外，同样在我们的这次故事里面，西柚市纺织厂倒闭后拖欠工人工资并携款跑路一事呢，也令人印象深刻。在这里也想请各位老师聊一聊对于老赖行为或这类事件的一些看法。其实最规范的说法或者法律意义上的老赖，其实是指人民法院确定的失信被执行人。这些人呢，就是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并且具有能力履行而不履行、抗拒执行等法定情形，然后被人民法院依法纳入失信被执行名单的这些人。区别于失信被执行人，可能还有其他的一类被执行人，比如说我们经常说的很多的侵权案件里边，比如说驾车撞人，他要承担这个高额的这个侵权赔偿责任，他可能想去这个赔偿落实这个侵权责任，但是呢，他本身的经济能力有限，所以要解决这类的问题呢，可能还需要一个综合的一个措施来解决类似的问题。对于老赖的问题呢，其实我们国家法院系统也一直非常重视，我们一直想解决这个执行难的问题，采取了非常多的措施。相关的法律呢也有非常完善的规定。对于尚未进入司法程序的这些赔偿的义务人，当然可以向人民法院去起诉，要求这个人民法院作出生效的判决，强制这个义务人来履行债务。那么对于在法院判决生效以后仍然不履行这个债务的这个组织和个人呢，可能就会遭受到民事诉讼法等法律规定的一些制裁措施。那么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啊，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当事人必须履行，是一个强制性的义务。那当事人如果不履行呢，一方拒绝履行，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那么审判员呢，也可以直接的移送执行员去执行。另外呢，这个民事诉讼法等相关的一些法律法规呢，还规定了对于这个拒不执行人民法院确定的生效判决裁定的这个义务人的一些惩罚性的措施。比如说呢，可以采取限制出境，可以在征信系统里面记录，或者说通过媒体公布不履行义务信息。另外呢，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也有明确的规定，被执行人如果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除了对被执行人来进行处罚之外呢，还可以根据情节把他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将被执行人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义务的信息呢，向其所在单位或者说征信机构或者其他的一些相关的机构进行通报。那么如果这个被执行人呢被纳入这个失信被执行名单以后呢，可能会有一系列的不利的后果，比如不得乘坐飞机的头等舱，不得乘坐列车的软卧那么他的子女呢也不得就读高收费的私立学校，也在限制高消费。违反规定的呢，还可能会被处以罚款、拘留等这个处罚措施。另外，根据刑法第313条的规定啊，对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的，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情节严重的呢，要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呢，要处以3年以上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但是老赖现象的出现呢，可能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法律问题，它跟现今的整个的我们的社会诚信体系的建设是互相关联的。我们也相信啊，这个随着社会诚信体系越来越健全，老赖现象呢应该也会越来越少的。刚才嘉熙法官介绍了我们宪法中有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那么就这个故事里边的行为的事实和性质来看啊，还是很恶劣的，拖欠了农民工的工资，即使是破产，像工人的工资、保险、这样的相关的款项啊，属于优先保障的对象。就是更不要提
你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而又携款潜逃，那么属于典型的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显然可以追究刑事责任的。我们故事里面还看到，除了以上我们聊到的可能触犯法律红线的行为之外，在故事里面还有很多耐人寻味的地方。今天这个虚拟故事里面有一个鼠王，这个鼠王呢成为了一个惩治犯罪的标签，但是整个城市呢非但没有变好，反而呢愈发的陷入了混乱，并且随之产生了许多的群体暴力。那对于如何防止群体暴力发生，老师们有着怎样的看法呢？从犯罪心理学的角度来讲，暴力行为在特定情况下可能会产生一定的示范这个效应，会引起一些极个别人的模仿行为。我们看到一些电影里面，比如说蝙蝠侠、哥谭市的这种黑暗的这个犯罪现象，特别是有时候暴力行为还被披上了一些虚伪的外衣。在一个社会中，如果出现了这种群体暴力，当然是一个非常负面的一个现象，必须要加以避免。那么，如何防止这个群体暴力发生呢？我觉得首先呢，我们要加强法治教育，加强普法宣传，在全社会要形成一个严格依法办事、遵纪守法的这么一个法治氛围。就是遇到这种矛盾、遇到纠纷的时候，要通过法治手段去解决，而不是去模仿别人的暴力犯罪行为去解决。第二点呢，我觉得就是要严格落实法律责任，落实罚没制度，不要让这个暴力犯罪的行为人通过犯罪，有利可图。严格的落实相应的一些法律责任和刑事责任，防止暴力行为人呢从犯罪行为中受益，避免形成一种示范效应。我们这一期里边提到这个群体暴力，就是随意的去损害、侮辱他人，通过肆意的发泄暴力来树立自己的权威，来实现所谓强者对弱者的一种压迫，我们应该极力反对。我觉得就是预防群体暴力这种现象发生的话，还需要去深入的去思考一下这个群体心理，他们的这个社会心理，它其实背后有一个现象，它往往都是资源比较少的弱势群体，在他们的成长背景当中，他们体验不到我们很多，比如说受过很好的教育的人，然后有一定社会资源的人所体会到的那种知识的力量、理性的力量，他们能够信赖的往往是最原始的东西，因为他什么都没有，他可能只相信自己的拳头。今天呢，案件呢就到这里结束了。而与此同时，我们这一季的合议庭也一同探索了很多大家所关心的话题。大侦探的故事仍然还在继续，而惩治罪恶、追寻正义是我们永远不变的选择。那再一次感谢来到大侦探合议庭的每一位法官，谢谢你们，谢谢老师们的分享，谢谢。那和我们一起来探讨故事，共同分享了这么多的法律知识。大侦探合议庭，我们下一季不见不散，再见，再见。再见。大侦探9联合微博共同发起大侦探全民普法课堂主题活动。本季大侦探全民普法课堂再度升级 3.0 模式，和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西北政法大学、华东政法大学7所国内知名政法高校共同诚邀全网观众一起分享讨论节目中的法律知识以及日常生活中容易忽略的法律常识，推动全民普法教育。上微博带话题大侦探全民普法课堂大侦探，发布相关视频、图片、文字，分享日常生活中容易忽略的法律常识，或观看大侦探合议庭特别节目的观后感，即为成功参与。优秀投稿将有机会在大侦探9节目片尾中呈现。欢迎大家来到大侦探第9季的收官晚宴。这一次的收官宴呢，我们主要是盘点火锅什么时候开。好快，这个玩法又完全不一样了，好精彩啊！好烧脑，脑洞很颠。侦探们啊，齐齐发癫，创造了无数的欢乐名场面。以为海水可以帮我们降温，没想到更热了啊！这不是贝德，这是靴子。Good, I want you。端这个脚，大家好。我们呢？我去你的！没事，有之前的疯人院垫底，我看什么都已经淡然了。各位觉得最颠的角色，人参娃娃可能算最颠的了。我说老舅泡老舅就已经很离谱了。容巴拉可以在我心中巅封神，主要是薰衣草一搓仨。我很颠。他说你们都应该叫我奶奶。
还有我跟我的小狗。6期是狗啊？对，咋没碰上我这个刘医生呢？去你的！哟 ，AK。那请问一下，本季唯一封神的侦探是谁？是谁？毛遂自荐可能是我。我就喜欢听你们这种自夸的。我们要揭晓获得荣耀侦探的荣誉称号。他极其专注，而且极其能够探寻真相。不愧是。我真的吗？真的吗？承认，承认。今天故事感受还蛮好，整个世界线的连接，但是你对少男少女的情感连接，一直到最后所有围绕他们的身份被卷入其中，我觉得整个故事线是我很喜欢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给我感触比较深的一个点呢，其实是环境污染造成了纺织厂的这种污染，造成了我弟弟的生病，然后造成了很多人的生病，也造成了很多人的失业、无家可归，造成了整个经济形势的崩塌。我觉得这个故事其实基于一个污染而带来的一些悲剧，再加上其实在这个城市里有一些腐败或者有一些难民，于是呢，在这个污染当中受到伤害的人，也因为自己爱的一个人在这里受到的霸凌和伤害，于是呢，激发了他心中的一种报复心理。我真的是这一期我才知道什么叫小说，因为我不相信小朋友，或者是说就那么冷静或者善良的人会做这样的事。也许真的有人就是这是一个一堆人来教唆的，在怂恿他，大家都是上了这些程序的。我承认了全部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其实他之前有点病症，在我的这个视角里是不知道的。我一直是觉得他可能因为比较小也不懂事儿，他被怂恿了，但实际上其实我们没有一个非常好的沟通。我觉得作为女士，我的建议是不要害怕。我觉得很多人，不管男生还是女生，被霸凌的那个人一定是害怕的。但是我想告诉大家，不要害怕，要相信法律的存在，相信公义的存在，要勇敢地说出来，要克服自己害怕的这个心理。今天的这个故事，在一个西游市，在这个地方呢，这些坏人都没有被法律去惩戒到，所以呢，出现了曙光这样一个正义的形象，帮我们成了良善，把这些坏人都铲除了。虽然是大快人心，但其实也不是一个正确的道路，因为还是需要用法律去对他们做出检阅。如果真的有人伤害了我们，我们应该拿起法律的武器。整个故事还是有一个非常久远的一个起源啊，反正出自于像校园霸凌这样一个故事。它长达很多年之后，其实我们发现它里面有一个属权，代表着一大部分底层人的一种愤怒，就在这个城市资本的一些不良的运转，然后包括一些鞋子的外包，最终这种密探把它称之为英雄，好像也不太准确，它可能更多的是一个反英雄。我想说这些事情呢，造成了老年来这个社会的系统性，所以未来还是怎么去有更符合法律的手段来去追求社会的更好。是否要真的以这样的形式来表述？这个是一个小朋友去找他想帮助他，初衷是好的，但是由这个初衷而引发了一系列的案件，造成了很多人的生命的失去，家庭的破裂，然后也在造成了更多人去模仿他，造成了社会上的一种现象的混乱。大家都认为自己心目中的那个公平是对的，没有坏人觉得他就是坏人，所有人都觉得自己的方式或者自己心目中的公正是有道理的，法律自然会有一个评判。我还是希望大家还是相信法律，相信明天会更好，相信天地自有公道，对不对？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关注微博官方账号“大侦探”官微，查收节目惊喜名场面。上微博搜索节目“大侦探”话题页，参与更多精彩互动。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首席合作新闻媒体新浪新闻，深度短视频互动平台抖音，战略移动资讯平台网易新闻、网易娱乐、网易谈新社，深度短视频合作平台快手，新闻客户端合作平台凤凰新闻，特别合作网易有道词典、美图秀秀、WiFi 万能钥匙、讯飞输入法、怪兽充电、火山人密室、Mr. X 乌有岛密室。媒体合作中国青年网、中国新闻网、国际在线、北青网、红网、凤凰娱乐、腾讯娱乐、搜狐娱乐。